这是韩国现代史上最丑恶的时代。1980年，韩国总统全斗焕为了镇压民主运动，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光州惨案。1983年，当全斗焕访问美国时，大量韩国侨民在街头举行抗议示威活动，这给负责安保情报工作的国安部出了巨大难题。为了确保绝对安全，国安部派出2大王牌组长集体出动，一个是负责海外组的组长李子成，另一个则是负责国内组的组长郑宇胜。看到外面抗议民众的情绪越发高涨，2位组长也倍感压力剧增。然而更令他们担心的事情发生了，此时一场针对全总统的暗杀行动正在悄然进行。好在美国中情局及时截获到杀手的情报，老李和老郑立刻带人包围了杀手所在的大楼，双方在楼里展开了激烈的枪战。在追击中，老李不幸被一枚手雷炸飞，成为了杀手的人质。老李命令众人不要开枪，要留活口。可没想到，就在他趁机摆脱控制时，老郑却一枪射死了杀手。对此，老李大为光火。2人的对抗就此拉开了帷幕。回到韩国后，国安部对暗杀事件展开了调查，然而却没有找到任何可查的线索。为了尽快向总统和美国方面交差，金部长决定用外访团里的一个崔姓教授充当替罪羊，并将他定性为是北朝的间谍头目东林。这样不但及时了结了暗杀事件，还顺便解决了一直以来困扰内部的间谍问题。这项任务落在负责国内事务的老郑手上。对于栽赃陷害这种事，他们驾轻就熟。崔教授毫无选择地被冠上了间谍东林的代号，事件也就此得以平息。然而打脸的速度奇快无比。这天夜里，老李接到一份情报，北朝和日本正在就殖民赔款问题进行非正式会谈。一名北朝高级官员想借机叛逃到韩国，筹码则是一份核反应堆的研发文件以及研究人员名单。金部长命令老李立刻前往日本，将此人接回韩国。可当老李等人抵达日本后，这名北朝官员却迟迟不肯在电话里透露自己的信息，因为他知道在韩国国安部里有一名代号为东林的北朝间谍。老李一听，立刻拿起话筒。他告诉对方，间谍东林已经被抓捕，现在国安部的内部十分安全。 우리 믿을 수 없으면 이 작전은 포기하겠소. 이름과 신분, 직책을 말하세요. 남조선 특작부대 417 핵정보 수집을 위해 9일 강령군으로 상륙한다. 어젯밤 독림으로부터 첩보가 있었어. 对方的话令在场所有人都大惊失色，因为这是部里超级绝密的行动计划。老李立刻命人通知负责计划的老郑，但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。潜入北朝的特种部队刚登陆上岸，就被埋伏在树林里的北朝士兵全部歼灭了。여기 너희 모가지 8개 다 땄어. 언제든 가져오라. 这次行动的失败让国安部彻底蒙羞。为了确保日本行动不再出差错，在和北朝官员确定了接应方式后，老李要求组员务必以拿到核反应堆的文件为首要任务。然而副组长大刘却擅自改变了行动计划。他在接应北朝官员时，逼迫对方必须先交代出东林到底是谁，否则就直接开车离开这里。没办法，对方只好将东林的情报告诉了大刘，这才获得上车的机会。可由于耽误了最佳撤离时机，北朝特工们纷纷追了过来。不仅叛变的北朝官员被拽下汽车乱枪射死，就连大刘也被赶来的特工前后夹击，被困在了街头。为了营救自己的组员，老李只好驾车冲进了交火地点。在他的疯狂火力压制下，最终成功救出了大刘和其他幸存组员。但大刘却因身中数枪陷入了昏迷中。由于国安部的行动接连失败，回国后金部长对着老郑和老李大声怒骂。可等老郑走出门后，老李却开始训斥起金部长来。原来大刘正是得到了金部长的命令才擅自改变计划，这也是导致此次日本行动失败的主要原因。气愤的老李一拳干倒了金部长，当然他也不是贸然就敢对着自己的上级发飙。随后老李丢出来一份金部长的受贿清单，告诉金部长，要么自己退休走人，要么就等着将牢底坐穿。说完便起身离开了房间。不久后，金部长主动引咎辞职，全总统的贴身秘书安局长接棒上任。安局长就任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揪出藏在国安部的间谍东林，他把这项工作交给了曾经的部下老郑，让老郑对内部所有探员，尤其是老李的海外组展开全面调查。 똥이 묻었는지 확인하는 거야. 반스부터 벗겨봐. 一场残酷的内部审查开始。得知自己的组员被调查后，老李愤怒地冲进了老郑的审讯室。他不相信自己的组里有人是间谍。可就在两人争吵之际，城市里的防空警报突然拉响，一架北朝战机大摇大摆地进入了韩国领空。飞行员被国安部带回审问。来人进来后直接造了3大碗方便面。 이거 이 맛이로구나. 우와, 상상 이상이요. 当然，他叛逃到这里不是为了来吃面的。来人声称自己受够了北方政府的欺骗，为了获取韩国的信任，他当即展示了自己带来的筹码——一份北朝间谍的密码破译图。 커다란 행사를 보이기 위해 남파 공작원들을 대거 늘렸다. 이 안에도 몇 놈 있지 않겠어? 그걸로 잘 잡아들이란 말이야. 此话一出，安局长立刻命人封锁了国安部大楼，开启48小时内全面戒严，所有人都要留下来等待调查结果。看来揪出谁是东林只是时间问题了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安局长却给老李下达了一个新的任务。 독림이 일본에서 접선한 날짜야.
김 차장 라인 바스 좀 벗겨봐。这是一个北朝的情报站，男人骑车回到洗衣店，从收来的衣服中挑出一件红色衬衫，随后将衬衫的袖口展开，接着按照袖口上的缝线和手中的密码破解图，成功获取到韩国准备潜入北朝的行动计划。可如此隐蔽的通信手段还是被国安部发现了。根据飞行员上交的密码破解图，情报员很快就锁定到这家洗衣店。趁着漆黑的雨夜，老郑带人立刻展开搜捕行动。可当他们刚走进房间里，就遭遇到北朝间谍猛烈的袭击。为了销毁店里的情报证据，间谍毫不犹豫地引爆了早已准备好的炸药。剧烈的爆炸瞬间将洗衣店夷为平地，好在雨水阻止了火势蔓延。老郑将洗衣店里的残骸全部运回了总部，随即展开大规模的调查。看着桌面上大量从国安部外泄的残破文件，老郑将目光锁定在了老李身上。而另一边的老李也没有闲着，他按照安局长的指示，对老郑的国内组展开了秘密调查。女助手朱晶很快就摸到一条线索，她发现老郑和一家名为木星的军火公司有频繁的财务往来。老李听后立刻带人突袭了木星公司，并逮捕了公司的法人崔社长。시작해. 김정도 이름 나올 때까지. 得知此事后的老郑有些坐不住了，他命令小张对老李进行全天候跟踪，一定要找到对方的把柄。小张果然不负重托，很快就发现老李和一个女孩的会面，他们连夜就把女孩抓了起来，接着对她进行严刑拷问。老郑以女孩在档案中隐瞒了曾在朝鲜学校读书一事，认定她就是北朝间谍，并将她和老李关联起来。其实这个女孩名叫秋雅，是老李曾经一个线人的女儿。在一次执行任务中，线人不幸中弹身亡，于是他将女儿秋雅托付给了老李。看着好友的女儿被如此折磨，老李终于按耐不住了，他怒气冲冲地闯进了审讯室，借机悄悄告诉秋雅，从现在开始一个字都不要回答，这是唯一可以救他出来的办法。就在郑李两人激烈互查的时候，躺在医院的大刘突然醒，他是现在唯一知道东陵线索的人。提前得知消息的老郑立刻命人将大刘转移到安全的病房。等老李他们赶过来时，门口已经被老郑的人堵死了，双方人员瞬间在走廊里打成一团。可此刻对面大楼的天台上，一个狙击手已经瞄准了病床上的大刘，随后一枪命中了他的胸口，接着对着病房里一顿乱射。等被枪声惊动的众人跑进来时，大刘已经彻底下线了。这件事让安局长大发雷霆，他要求两人务必要在总统的亚洲行之前找出东陵是谁。被领导批了一顿的郑李二人刚出门就开始互殴，两人的矛盾也就此升级。然而虽然两个老大不太靠谱，但他们的下属却十分敬业。当天晚上，女助手朱晶就带着一大堆文件找到了老李。她通过木星公司这条线终于查出，原来老郑就是在美国暗杀总统的幕后真凶，这让老李大为吃惊。可朱晶接着又说，老郑并不是东陵，因为朱晶对东陵在日本活动的2个日期也进行了调查，通过与老郑的行程对比，对方有明显的不在场证据。为了找出谁的行程与东陵的重叠，朱晶索性把部里所有人的出行记录都拿了回来。可当他自言自语地对照出行记录表时，老李却起身缓缓地走到了他的身后，因为此刻的他知道自己已经暴露，他就是潜伏在国安部长达7年时间的东陵。此时电影前半部分的疑团也就此解开了。首先在美国暗杀总统的是老郑而不是东陵，所以他才会果断开枪杀死挟持老李的杀手，以求灭口自保。而回国后金部长提出把某教授定性为间谍东陵，然后让他来背锅美国暗杀事件，这个提议一下子成全了郑李2个人，所以2人听后全都没有任何意见。老郑更是亲力亲为地把教授这个替罪羊做实。可如此昏庸的金部长却早就怀疑上了老李，所以才在日本行动中单独给大刘下达了命令。这也是老李回国后为什么要逼迫金部长辞职的原因。可金部长下台后，更狠的安局长上任时他没有预想到的。当安局长把东陵在日本活动的线索交给老李后，老李知道这条线索不能深挖，于是他带人对老郑的木星公司展开了针对性调查。但他没有想到，这无意间碰到了老郑的逆鳞，因为木星公司这条线会暴露他是暗杀总统的凶手，所以老郑很快就开始强烈反击，把秋雅抓走严刑拷问。而老李刻意淡化的东陵在日本活动线索，却被爱岗敬业的助手朱晶关注了。既然2个主角的身份都已经查明，那么查案小能手朱晶的戏也就可以杀青了。无奈的老李勒死了这个跟随自己多年的助手之后，他立刻联系了接头人，告知对方自己已经暴露，必须马上离开韩国。可当他从接头地点走出来时，没想到老郑的副手小张偷偷跟了上来。原来小张一直在执行老郑的命令，24小时全天候对老李进行跟踪和监听。他将老李是东陵的事报告给老郑后，独自一人跟了过来，但很快他就被经验丰富的老李发现了。然而就在2人僵持之时，一群神秘人突然从胡同里冲了出来。神秘绑匪将老李带到了一间仓库，二话不说对着他就是一顿毒打，逼迫他承认自己就是北朝间谍东陵。老李猜测这一定是老郑派来的人，所以他宁死也不肯承认。这时绑匪把一同抓来的小张拉了过来，当着老李的面一枪射死了他。这下可把老李给看懵了。
너희들 누구야? 就在这时，背后主使人终于走到了台前。他就是潜伏在韩国的另一个高级间谍千宝山。原来在北朝情报部门始终有两大派系，一是以统战部牵头的和谈派，他们始终坚持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统一；而另一派则是以武装部千宝山等人为首的强硬派，他们希望通过刺杀总统引发韩国政坛暴乱，随后发动战争解放南方。千宝山告诉老李，现在元首已经批准了武装部的方案，决定在韩国总统访问泰国时实施刺杀行动，并将这次行动命名为耀班计划。作为韩国国安部海外组的负责人，千宝山希望老李务必要做好协助工作。然而一心追求和平的老李坚决不同意这个计划。 전쟁이나 벌이자고 내가 지금까지 살아있는 줄 아시오? 这句话瞬间激怒了千宝山，为了确保行动计划万无一失，他只好选择杀掉老李灭口。可是就在这时，一辆卡车突然冲了进来，双方人员立刻展开激烈的枪战。随后老郑也带人赶到这里，眼看情况不对，千宝山迅速焚烧情报文件，接着将枪口对准老李，可他还是慢了一步，被老郑发现后直接乱枪射死。解决完仓库的战斗后，老郑捡起地上还未焚毁的文件，看到了北朝正在密谋的耀班计划。 他立刻就将这些文件踢进火堆中。原来老郑曾是3年前光州事件的参与者之一，作为镇压民众的军方人员，他亲眼目睹了大街上无数同胞遇害身亡，这让他的信念发生了动摇。自此以后，在他心中埋下了对独裁者仇恨的火种。现在既然北朝要刺杀全总统，那索性就帮他们的计划推波助澜。可老郑却不知道，向往和平的老李此刻已经站在了北朝的对立面。 他要破坏耀班计划，阻止南北方爆发战争。当全总统的座驾即将抵达泰国总统府时，老李趁机迅速冲上去拦住了车队。树林里的北朝狙击手眼看计划突变，只好提前发动袭击。双方立刻展开疯狂对射。泰国卫队士兵随后也纷纷赶来支援。看着还在原地发呆的老郑，安局长命令他快点过去营救总统。老郑知道想靠北朝干掉总统是不行了。 他提着枪自己冲了上去，对着车窗连开数枪，好不容易打碎了车窗玻璃。可这时一旁的老李却扑了过来，眼看总统汽车就要逃离这里，老郑拼命反击，一枪射中了老李的腹部。接着他立刻驾车追了上去。北朝方面这时也开始了自杀式冲锋，可当手雷保险被拉开时，却被老李开枪射中，从车上摔落下来。 紧随其后的老郑见状，将车开上草坪，抄近路照着总统汽车撞了过去，终于成功截住了对方。随后，老郑将全总统从车里拽下来，用枪对准他的头，大声向这个罪恶的独裁者宣判死刑。然而，就在一切都要结束的时候，北朝一名间谍恰巧引爆了提前买好的炸药。 转眼之间，泰国总统府就被夷为平地。然而，正是因为双方阴差阳错的刺杀行动，反倒让目标全总统逃过一劫。老郑本想用尽最后力气完成使命，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。他至死也不明白，作为北朝间谍的老李为什么要这么做。而老李最后也没有得到善终。他本想带着秋雅离开韩国，可对方却将枪口对准他。原来秋雅果真是一名北朝间谍。最终，老李惨死在了自己车里。至于后面的事情，想必大家也都知道。全斗焕在干了2届总统后被关进了监狱，虽然一审被判处了死刑。 但他最终还是逃过了制裁。2020年，光州地方法院再次对全斗焕提起诉讼，可由于他突发疾病被迫中断。2021年11月，全斗焕在首尔家中去世，终年90岁。